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给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君，大家好。好，从上个礼拜六一直到今天，所有一些的政治方面一些新闻环环相扣。第一个，上礼拜六，那你看到民党举行党主席的选举恭喜黄章总召，那顺利当上民党的党主席，同时呢，得票率96%点多，大概在9000多张选票里面囊括了8900多张选票。而这个选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然，他也说了，如果要是在柯文哲主席回来以后，他会让他感到骄傲。那但是很遗憾的，最近几天传出来的新闻，对柯爸很不幸的辞世。那这辞世的过程，对黄昌来讲的话，那包括连徐小清都说，你看这种状况之下，就是没有办法让柯爸在走以前还能够看到柯文哲，而整个司法跟这之间又被混在一起。那对民众党来讲的话，未来在整个大罢免风潮下，当黄昌已经正式当选党主席以后，会带着白银，跟蓝营之间的结合，在整个大罢免风潮扮演什么一些角色呢？蓝营会有被罢免的一些风险，绿营有被罢免的风险，白营是没有罢免的风险。那在这之下，当黄昌的合纵连横会在这之间取得什么样的一些的妙处呢？而2026这一仗，不要忘了，民众党是有2028一张总统的门票，在未来又会是怎么样？战天下的修容小物，在未来当有人告发，检方已经正式分案，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一个局面？很多的这一些的讯息，对国内的政坛来讲的话，未来的演变到现在你真的不知道。尤其很多的罢免这些案子，已经进入到第二阶段，到第二阶段再连诉的时候，会是什么样一些的情形？民进党的态度呢？国民党的态度呢？又会是怎么样？不过一开始，如果真的要从所有这些演变来讲的话，任俊是民进党党主席选举正式落幕。OK，黄昌。这个投票率不算高，但得票率算高了吧？是96%点几啊？不，如果从这个数字来看，当然高嘛。就是90几，我听起来很厉害。96点，这个除非同额竞选啊。因为在过往的时候，各个政党都有党主席选举过嘛。对。那如果非同额竞选来讲，96%那不用讲什么，那就是一面倒，大家都支持他嘛啊。所以大家看到他这一次这个第二届党主席，事实上这一次投票率大概只有47.95%哦。我如果没记错啦，比柯文哲当时在选党主席的时候是还要低的。这投票率不高，因为他的党员数号称有32000多人嘛啊，但实质上真正投票的只有19320人。那我不知道，就因为在这一段时间的这个民众党的议题其实是热的，那为什么党员只有这个不到一半的人去投票？这件事情，我认为对民众党来讲，我不知道他们觉得在不在乎啦啊，因为通常这个又在这么高的议题的这个政治敏感下啊，那当然看得出来，我觉得第一个黄国昌胜选，我觉得没有超出大家的意料之外。好，8903票，96%很高。我觉得跌破大家眼镜的是蔡壁如，因为蔡壁如360票，大概不到在4%左右的这个得票啊。也就是民众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事实上被分成两派，一派是认为就是说 ，OK， 我们是跟随着柯文哲的意志走，那这个在黄国昌身上发挥到淋漓尽致哦，所以他才会有那个就是说，当选的时候，他说要在柯文哲回来那天让他感到骄傲。我不知道他骄傲的那个点会是什么了啊，因为我们现在认为柯文哲最大要面对的问题是司法问题，是那个司法问题是柯文哲能不能让他的民众党党员感到骄傲？主从关系是不一样的嘛，所以黄国昌现在看起来说要让柯文哲回来感到骄傲，我不知道骄傲的点是什么是说柯文哲这个，而且什么时候回来？老实讲，那个回来的时间点也很怪要么可以很短，要么要很长啊。所以黄国昌的那一个的说法，基本上会赢得这么多愿意去投票的人，几乎等于是要求跟认同黄国昌应该继续走柯文哲路线。那柯文哲当时说的，民众党不应该由一人政党开始，也不应该由一人政党结束，也不该后面变成什么一人政党，知道？我认为他其实还是维持了一人政党。黄国昌现在担任民众党正式的党主席，可是他有一个身份叫做民众党的立院党团总召，而立法院的这一个绝对是大家政治的主战场。他未来有没有办法从总召的这个身份跟他的角色，然后能够跟同步扮演好党主席的这个身份跟角色？过往柯文哲其实是不管党组织发展的，所以他的党的到最后出了所有的问题，他都会跟你讲，对不起，我不知道啊，我就是这几个人我没有管好，我们是怎么样啊？
那未来民众党有没有办法尤其黄国昌现在又多了还有一个民众党这个总召的一个角色哦，那他能不能把这2份的身份跟角色全部扮演到好，再面对到下一次的这个2026的地方选举，还有一个未确定的身份是黄国昌要不要投入选举？任俊。他的党主席任期是到2026 12月31号。是，那当然中间会经历到一个是地方大选，这个是未来他能不能再跨过去到2028？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就讲，不要忘了民众党是有一张总统的选票，OK， 他有一张总统门票，他能不能跨过去？但是从这次黄国昌得到了96%的选票，然后拿到了8900多张的票，然后整体的结构来看，很认真现实的说一句话，柯文哲时代是不是结束了？我认为柯文哲时代，好 ，OK， 柯文哲的精神还在，好，精神还在，他精神绝对在啊，黄国昌不会抹灭他的精神啊。但是实质的所有的领导跟所有的东西，我认为是移转到了黄国昌身上。这个所谓的19320人去投票的人，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柯文哲在司法案件报的时候，民众党曾经爆发一波的入党潮。那时候不是一天一下讲说1000人、2000人、3000人入党吗？而这些人看起来在当时到底是为了柯文哲入党，还是为了黄国昌入党？他们高度的在这一次的这个47.95%的这个投票率里面，我认为有一块是后来才入党这一批人。OK，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对于柯文哲来讲，柯文哲时代不能讲结束，他的精神还在，但是肉体呢，后面呢，大概没有办法继续领导民众党的这个角色，而会不会黄国昌透过用肉体去领导他的这个党，最后置换了他的精神进入到里面？我讲的是很现实的问题啊，不是因为你的词用的，对，现在是灵肉分离，他们自己都用这个角色，他们自己都这个柯文哲主席的精神跟我们都在一起，他们自己讲的，所以我只能用这个用他们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对。就是黄国昌未来会不会先用他的肉身，好不好？用肉身去领导民众党之外，然后去把他的精神置换掉柯文哲。因为为什么会讨论到这一段？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对柯文哲前主席来讲，当他的司法案件缠身，然后后续不知道在台北市长任内还有好几个案子，现在北检还在侦办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政党党主席身份，大家长期都在讲说，好，你说司法跟政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一些的冲突性或者怎么样，但是某种程度，当柯文哲前主席在被侦办的时候，毕竟外面会有小草喊着声援，那会有人要求放人或什么。可是当黄国昌拿到了这么高票数以后，在未来展望着2026，对整个民众党在选战的过程当中，是要一直背着柯文哲的案子，还是要抛开前面那些一个全新的开始，展望2026？甚或到2028内战，到底民众党要用什么样的态度看待他们的那张门票？包括眼下最现实的一件事情，在大罢免风潮之下，黄章前面带着白银的总共8席嘛，连他自己8席，带着白银这8席里面跟蓝营之间的合纵连横，那从立法院一直到现在整个大罢免，甚或所谓的罢免绿卫兵这一仗，那黄章是带着头，但他告诉你不是他发动，是民众之间看不惯。包括民进党一些的作为，所以环环相扣之下，柯文哲有任何的影响力吗？当柯文哲对这个党如果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的话，他是不是要独自的去面对他所有一些的司法的一些的问题？这些都是眼下对最现实肉身跟灵魂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看待？眼下就是这样。如果你是新狮王，你会看待老狮王的一切吗？如果你很喜欢看一些动物频道的话。新狮王，狮子有领域性。如果有新狮王入侵的时候，老狮王只有一个选择，要不然就奋力一战战死，要不然就走。对，所有的母狮只有一件事，想办法把小狮子藏起来。新狮王来的第一件事，一定把所有的小狮子全部咬死。他没有办法容忍前面的狮王的一切。政治会不会也会是这个样子？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而眼下来看的话，如果真的看。民主党总选举人数19000多人，投票率47.95%，投票数9263票，黄昌拿到8903票，96%点多，蔡壁如360票。那当然，你说一级主管周瑜修带一级主管总辞未留了周瑜修，其他的等到19号中央委员会以后才会确认。黄昌讲了几句话，两大党夹击之下，我们没有松懈的空间，同志们，我们一起努力，在柯主席回来那天
让他感到骄傲。还记不记得蔡壁如在选的时候一直强调一件事：如果蔡壁如当选，当柯文哲主席回来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主席的位置交棒还给柯文哲。黄国昌只是告诉你，柯主席，我会让你感到骄傲 ，OK？ 但是你不要再看着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跟你没什么关系。可是他有帮柯文哲喊冤，他说柯文哲得罪当道，导致没有办法在最后一刻陪着柯爸送柯爸最后一段路。民众党全党会做柯家人最坚强的后盾。巧芯在这里面也有讲，他讲说柯爸虽然想高寿，但等不到儿子离开看守所，现行司法那些没有人性的恶质操作，请相信国民党、民众党会结合力量共同改革。黄昌同说，小草就是小草，永远都是台湾民众的小草，而且这个小草未来会变成大草原。打倒绿卫兵不是他或是党所发起的，是一群看不下去民进党所作所为的自主公民。到这你就可以知道，包括当黄国昌真的实力，前面是代理主席，现在当他实际掌握党权以后，每一年民众党以5000万左右的补助款，包括一张总统的门票、8席的立委。甚或在2026在地方能不能斩获？而在大罢免风潮之下，黄国昌会带着怎么样？坤城是第一个，这里头黄国昌告诉你的是什么？他告诉你，他是因为得罪当道，好不好？当道是谁？很明显是黄国昌讲柯文哲在看守所在收留的地方的时候，看着镜头里面看到赖清德 ，OK？ 当道应该是吧？我不知道当道还有谁。那另外发起所谓的打倒绿卫兵，现在看起来。黄昌现在在短假2026以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就是因为蓝营的委员有罢免的风险嘛，白营没有，所以直接对干的，你们就是要直接对干最好的一个目标了。对啊，因为就国民党来讲，他的确需要民众党的支援哦，因为有一些选区，如果是5破5破的话，那如果有民众党的支持的话，对国民党来讲，那些会被罢免的蓝委，但会觉得说，哎，好像有援军来了，会比较笃定一点点哈，所以黄国昌也是看准这个机会，就是说这些国民党的立委要被罢免了，需要白色的支持，好，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有他的这个伸缩的空间了。然后伸缩空间呢，他的第一步呢，他就是本来罢免没有他的事情啊，但是他必须要介入，介入之后呢，才有这个筹码来跟这一个国民党的做交换。本来罢免没有他的事情啊，但是他必须要介入，介入之后呢，才有这个筹码来跟这一个国民党的做交换。好，不管是这一个在立法院的这个交换，或是说在2026年的这个县市长选举跟县市议员选举交换嘛。好，那不过呢，他有提到说这个什么扫除这个打倒绿卫兵，扫除绿卫兵，这不是他提的。今天是2月17号，我们来看一下2月9号，才8天前呢。8天前，这个是黄国昌的脸书，是他脸书自己写的哦。应该没有人入侵吧？他自己写的哦。他写什么？这2月9号，黄国昌自己写的。他说呢，邀请每一位关心台湾民主、反对台湾走向新威权体制的自主公民，加入这场扫除绿卫兵的行动嘛。所以各位呢，这个是黄国昌写的啊，是黄国昌写的，就是说。他呢要找一些就是要扫除这些民进党绿卫兵的人，还要做什么自主公民的训练。本来揪了400个，后来说什么爆满，再变成800个。所以绿卫兵是他揪的嘛，绿卫兵也是他的概念嘛。他就是说这个概念大概就是跟共产党之前概念一样，红卫兵他把这个民进党打成绿卫兵。然后以前呢，共产党毛泽东有所谓的这个扫除牛鬼蛇神，他现在就要扫除这个绿卫兵。所以绿卫兵明明就是黄国昌想要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大罢免事件，他也跟国民党的一个筹码，就是说，我来帮你我要扫除这些绿卫兵来扫除这些民进党，或是说呢，这个民进党现在好像要发动大罢免了我来支援你一下你们国民党，所以呢，我要先训练一些自主的公民，然后呢，扫除这些这个绿卫兵，让扫除绿卫兵呢，就是让国民党在这个罢免这个风潮之下，至少有得到民众党的支持嘛。这个是黄国昌写的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会说这个绿卫兵不是他发起的。是什么自主公民发起的力量？不晓得他这个转折点是在哪里啦。但是对国民党来讲，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现在要民众党来支持国民党，这个现在蓝白合在一起关于罢免案这个案子，那现在就算他有帮忙国民党了，但是呢，未来2026呢？2026他跟你谈嘛，不论是谈这个县市的议员，或是谈这一个县市长选举，那他现在自己来讲说，
他有可能会下去，因为他说全国是他的责任区嘛，他也有可能会下去。但是对于黄国昌来讲，我觉得这都是跟国民党喊价的筹码，因为根据这个民调显示，黄国昌自己在新北市的这个民调是输给国民党的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也不要被黄国昌予取予求，好被勒住了脖子，现在什么事情都要听黄国昌的所以国民党自己做个民调，看看说黄国昌不论是在新竹或是在新北，他的支持度是怎么样，再决定说未来要怎么样跟黄国昌合作了。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是的，当然蓝白之间在立法院的合作是非常多 ，OK。那但是如果到了地方，尤其2026，说实话，尤其议员选举那就不知道了。那个大家各自抢票的状况下，尤其如果要是比较属性比较接近，那更不一样。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当黄国昌讲柯文哲是得罪当道，把这所有的司法的东西摆在这以后，巧芯的那个回应意思是说，其实国民党跟民众党在这方面恐怕会一起对抗所谓的当道，然后对抗民进党这些。但是当黄国昌可以喊打喊杀，因为他的那8席毫发无伤啊。但是喊打喊杀之下，有人讲说他现在俨然已经变成打绿共主，或是非绿共主。那对蓝营来讲，多少你说像翁小玲要提一个案，说什么选罢法要不要再修，朱人就出来跟你讲说，没有，那是个别意见哦。然后大家国民党中央没有这样一些想法，所以当然对黄国昌来讲，他一点都不用在乎这些。有人说罢免之下，小党最怕没有声量，所以黄国昌势必未来一定就这样子啊。对你们来说，到底该怎么面对？因为黄国昌也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那当然了，他不可能就是看见两大党在这边你反罢来罢去，他中间不做任何的角色或表态嘛。那如果说这中间他也是袖手旁观的话，也这样子的作为也不够资格当一个战友或是伙伴嘛。所以在这个战场上面，这未来这8、9个月的时间，那他一定要想办法展现他的能量。是因为对于他来说，他这样能量的滚动，也可以让他的支持者凝聚，甚至扩大。甚至扩大，这是在用行动来凝聚他自己的一些力量。所以在任何政党里面，今年的这个情况，不论结果如何，都一定要参与咖嘛。当然要参与咖。那国民党跟民众党的，因为他的这个结构、决策等等不一样。坦白讲，民众党就是8个立委为主，8个立委声音有高有低，有高有低，那个高低差很多，对不对？有高有低，那往往就声音高的、强势的，大概就是代表党的决策。再加上他现在黄国昌已经是党主席，所以他就是一个纯粹的内造化的政党。他的所有的党组织、党机器都在国会里面来作为决策。那这个国会里面的决策基本上就党的路线，这个非常明白。所以他在里面没有所谓的决策上面会受到干扰的情况。黄国昌虽然就变成一个新狮王，但是老狮王出来吼2句的时候，也是要洗耳恭听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影响力还在。所以你说未来不管在大罢免的这个地方的战场上面，或者是说国会的上面，我就觉得只有更紧密的结合，不太可能说在像去年初大家还有点在摸索，就你到底是这个案子到底是亲谁，到底是亲谁比较多，如何，他会有一些摸索。那我觉得再来看，就是未来立法院新的会期里面那个招委的部分。国民党跟民众党会不会有在合作？特别像比如说司法法制委员会，这种关乎于司法改革的，那甚至说像未来两党要推什么这个近邻排碳这相关法案里面，那这会不会一起合作？所以我觉得在未来就是在国会里面看得出来，就是有关于司法改革的。有关于能源政策的，两党会紧密合作。那对于地方上面的这个大罢免，我认为民众党的支持者会来支持国民党的朋友，特别像巧芯啊等等，他们民众党支持者对他的好感度其实都很高，都蛮高的。所以这部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去讲。那至于未来的选举，我觉得要看今年的情况，看今年的。如果今年他们有军来源，然后让国民党都能够保住，在大罢免之下都能够安全过关的话，就双城奇谋那部电影。对，那未来似乎感觉上，那我觉得有得谈，我觉得就有得谈了，就有得谈了。比如说像一些黄国昌点名了吧，新北几个选区嘛，比如说那个三重啦，有啊，板桥三鲁、土树三英啊，那看起来那如果在你的自己的选区士林北投嘞，我们已经有这个经验了。如果黄静怡、陈思宇啊，我们本区已经实验区有这个经验了，所以那时候选的会比较辛苦啦。那个时候民众党还算高峰哦，就是还有双保哦，一保黄珊珊，二保是这个柯文哲都在帮他们助选哦，所以本区有这个民众党来
来参与的经验，而且提出2席哦。OK， 那上次2024的选举结果来看，大家都 OK， 就皆大欢喜，拿到自己想要的席次。所以我觉得以本区作为一个范例，我觉得可以来去谈一谈。不过今天黄国昌他也会精算啊，会点名哪几个区域，因为对他来说，他也不可能所有都撒豆成兵嘛，还是在某一些地方都会区呢精耕。不过现在看起来，我如果这一段引述过程有误，因为范老师是政治学教授，所以如果有误的话，麻烦。黄国昌应该是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位当过2个党的党主席吧？应该没错吧？没错。OK， 因为即便国内你看，从以前到现在，光大家比较熟，从2000年一直到现在好了，就算李登辉当过国民党党主席，后来退下来以后，包括有亲李登辉的，然后台联什么，但李登辉没当过党主席。精神领袖陈水扁后来就算有一边国有什么还有什么，他也没当过任何其他的党主席，只当过民进党的。那宋楚瑜他最多只当过国民党的秘书长，他没当过国民党的党主席，是亲民党党主席。所以宪政史上唯一一位当过2个政党的党主席，这样就是黄国昌。是，而且我刚刚就讲，因为他带的8席都是。金刚不坏之身，所以在未来你可以看出来，最起码2026 12月30号，黄国昌在这任党主席以前，因为他还是党团总召嘛，对，我不知道那个2年条款未来他要怎么样，等一下范老师可以分析一下那个2年条款他到底该怎么考虑。可是眼下，毕竟他带着这个金刚不坏之身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得出来，在未来国内政坛，不要讲说2028了，最起码2026 12月30以前，你每天大家都会听到黄国昌，一定会。因为民众党这8席立法委员哦，叫做罢免绝缘体。这不通电嘛？不通电，木头怎么通电？是它就是木质的嘛，其他的都是金属制的，那会通电啊。罢免会通电，这8席就叫罢免绝缘体，它没有办法通电。那没有办法通电怎么办？它也要发音啊，它也要发声，怎么发声？它正在做转变。其实黄国昌的时代力量跟黄国昌的民众党都做了一个转变。黄国昌当时的时代力量是服贸起来的，反服贸起来的，所以是跟绿营是交好的。可是等到他壮大之后，他开始要把它切割掉，所以他就切割不掉，所以他就把很多人都赶出去，最后自己也出来了。那现在的民众党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哦。民众党他刚开始，我们对于民众党是柯文哲时代的民众党，我永远记得柯文哲一句话，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叫做“垃圾不分蓝绿”。那句话吸了多少年轻人？哇！终于出现一个人敢跟蓝绿同时宣战，垃圾不分蓝绿。黄国昌还在遵循着柯文哲这一丝的血脉，他讲什么？我们在蓝绿的夹攻之下，我们2026会很辛苦。2026绿的有打你了，蓝的有在夹攻你。蓝的没有在夹攻你，是你一直在吸蓝的血，所以他想要蹭着柯文哲那个垃圾不分蓝绿，可是他现在又不敢讲，所以他只跟我说2026我们在蓝绿的夹击之下，我们会很辛苦，没有人夹你，只剩绿而已，因为你已经从什么？你已经从唯一挺柯变成打赖第一品牌。现在黄国昌打算把民众党带向打赖第一品牌，任何事情出来先叫板赖清德。以前是任何事情出来先挺柯文哲，这个司法不公挺柯文哲啊，这个。柯文哲被羁押，挺柯文哲，现在不谈了。现在任何事情出来，赖清德出来讲，赖清德出来辩论，国防的事情，赖清德出来辩论，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修法，这个预算的事情，赖清德出来辩论。国防的事情，赖清德出来辩论；有关于这个所谓的修法，这个预算的事情，赖清德出来辩论。现在黄国昌打算从挺柯第一品牌转型为打赖第一品牌。那么说句实话，这在吸谁的血？2026马上到了，2026是地方议员的选举，那个跟立法委员是截然不同。立法委员了不起就是撒嘎都，小的那一方会被吃掉，可是议员不一样哦，多席次哦。四冈那一区是当时他够强，那如果今天国民党受了民众党的支持，可以走出罢免的阴霾，那么2026，请问民众党的这些小鸡，国民党的立委要不要去站台？将军，你不要讲黄国昌现在
如果直接讲，他应该已经是打赖第一品牌了。第一品牌，他现在应该已经是了吧？对。白银里面当然不会有人比他那打赖更认真或声量更大。蓝银看来也没有。蓝银你现在算得出来有谁打赖的声量会比较大？他取代了谢龙介，谢龙介本来是一生只监督你一人，对，现在被这个黄国昌拿走了，所以谢龙介的舞台也没了，本来谢龙介是这个监督赖清德第一品牌，现在变成黄国昌了，所以他是在吸国民党的支持者，这没有错。那我讲，如果黄国昌这次毛起来，就是他们这8席绝缘体毛起来帮国民党做反罢免，那如果有人过关了，如果有人度过这个罢免的这个低潮之后，2026这一些受到黄国昌支持反罢免的这些立法委员，要不要帮民众党的小鸡站台？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哦。你不来，你无情嘛？当时你被罢免，说我们这么挺你，现在你连站台都不要。可是你帮他一站台，国民党提名的怎么办？这两难呢。这个难题是丢还给国民党。你要不要去？你去也不是，你不去也是。你如果去，违反党纪。你不去，高傲无情。这都伤嘛。所以黄国昌已经把旗下过去了。另外我在讲哦，黄国昌说，等到柯文哲回来的时候，我要让你感觉到我们再次骄傲与伟大。你的骄傲、你的伟大取决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你要让所有的人看清楚，2022柯文哲打下了江山，2席县市首长，15席的这个县市的议员，你黄国昌2026能不能突破？你能不能突破2个首长？一个金门，一个新竹嘛。然后8席，这个总共15席啦，有7席的直辖市议员，有8席的县市议员。黄国昌能不能突破？你不能突破，柯文哲骄傲什么啦？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变3个首长，然后呢，所有的议员、县市、直辖市加县市变超过15个，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柯文哲骄傲什么？对，那有第二个骄傲的理由，就是当柯文哲回来的时候，发现民众党已经变成时代力量的所谓的附属党。时代力量出来的人全部进来了。所以黄国昌讲什么？没有，我哪有揪他们进来？我还没有进来之前，他们就已经先进来了，是这样子吗？马上一级主管请辞，会不会有时代力量以前的人进来呢？黄国昌讲清楚啊。第三个，我告诉大家，第3个让柯文哲感到骄傲的原因是，柯文哲不敢不骄傲。当柯文哲回来以后，以前是 KP 的人居多，当柯文哲再次回到民众党，是 KC 的人居多。你不为我感到骄傲，你就滚蛋。为什么？因为黄国昌把人家扫地出门是有 DNA 的。时代力量最清楚，马上民众党也感受到这个危机了。所以你看，当黄国昌8000多票一当选的时候，江河树马上出来，国运长荣，对不对？各位有比这个更了不起的口号吗？能够用黄国昌的名字来说国运昌隆，江河树第1名了啦。我都告诉你，这个所谓的陈志汉还有徐溥都输了啦。你没有喊出国运昌隆这个通关密码，你的工作就岌岌可危啊。所以我才讲，为什么要让民众党慢慢转型变成国昌党？今天黄国昌好像在骑脚踏车嘛，昨天好像在骑，在练，他们要搞一日北高嘛。一日北高，你还有没有在声援柯文哲？陈佩琪很孤单呢，陈佩琪很辛苦哎。黄国昌你当了主席后，还有没有再回头实质的声援柯文哲？再办1场啊！我告诉你，黄国昌不会再办任何1场。剩下的时间，他要壮大自己。他壮大自己是什么方法？我告诉大家，他要用拉蓝打绿壮大国昌。把蓝的人拉过来。现在，尤其是现在面临到罢免的这些蓝营的立委，都没，你说不紧张假的，都会紧张啦。黄国昌给你温暖，为什么黄国昌给他温暖？因为国民党就是正直到没有侧翼，你知道吗？国民党正直到没有侧翼。那为什么国民党出来罢免民进党立委的都是青年军呢？他没有侧翼啊。所以黄国昌放心，我是你最大的侧翼，我绕几个小草出来帮你来做罢免。可是看来没有那么讲义气嘛？为什么啊？我干嘛出来罢免啊？出来罢免很辛苦哎。所以黄国昌说没关系，那我就成立了一个所谓的打绿卫兵的一个最大的团体，然后出来帮忙你，看你国民党要不要感谢我？因为朱立伦犹豫不决嘛，到底要正面对决还是要怎么样？朱立伦都还在讲和平妥协的话嘛。可是黄国昌出来直接喊战、喊打、喊杀，为什么？黄国昌这个玻璃哈，他擦不干净不用赔钱，打破了也不用赔，为什么？擦不干净被罢免了，你们自己不努力啊！打破了，说句实话，跟我何干？我是绝缘体。所以黄国昌做这些地方的全部都在壮大自己。最后我再讲一点哈，如果当
打绿第一品牌变成黄国昌以后，各位2026的选举，国民党会有便宜占吗？国民党现在的始终支持者都是打绿的品牌，因为他们不反共了。国民党绝大多数的支持者不反共，为什么？这个思刚或许反共，但是有人不反共。我到很多的团体，他们都在喊说反共，你们反不反台独？我都讲过，我说反台独是习近平，最大的反头叫习近平，你们要不要反习近平？我们先反台独再说。你都不反共了，共产党最大的代表人物叫习近平，你们连习近平反台独都不敢评论，你怎么去评论你反共？郭将军刚刚讲的，我说实话，因为很难想象现在还会有人直接喊国运昌隆，然后当然大家都希望国运昌隆，对，但我一直都以为那个是那个抽国运签的时候才用，我一直以为那是词，没想到在现在选上以后，这个词还可以继续用 ，OK？ 可是如果你真的讲这一段一路过来，范老师，帮我解决一个，我不知道会不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的问题。黄国昌让柯文哲回来感到骄傲，那柯文哲的司法问题，黄国昌要不要面对？黄国昌要不要以党主席的身份问一下，当初柯文哲的政治现金里面，如果人家指明要捐给民众党的，那这些问题要不要解决？如果这些问题都不解决，在地方选举，怎么样能够去拓展所有的支持度，然后拿到比柯文哲在当党主席的时候要更多的一些席次，这个要怎么解决？如果要是你背着柯文哲的这些，你这些问题也不去面对的时候，能够让小草变成大草原吗？全部都推给民进党啊，全部都推给赖清德啊。哦，是赖清德，是民进党。对啊，黄国昌的说法就是这样子啊。哦 ，OK， 是这样就解决了吗？那包括刚刚讲那2年，他现在是党主席兼总召，光一个总召，你看他声量有多大？去年上半年几乎都是3个总召的声音嘛，其实没什么党主席的声音，他现在就是党主席兼总召，其实你看到这个黄国昌，其实一直以来跟柯文哲的司法是保持距离，他几乎没有公开去评论，因为那时候他跟台北市长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起码礼貌上要关注嘛，你就算当时不在市政府，但是你是法律学博士啊，是，因为是台湾的律师你可以从司法的角度提供他帮助啊，没有啊，他是切割的非常干净哦。那第二个我会觉得就是说，我觉得蔡壁如怎么会输得这么惨啊？蔡壁如算是民众党的党母啊，我们说国家有国父有国母嘛，那民众党的党父是谁？就柯文哲，党母是谁？就蔡壁如啊，就他竟然只拿到了3.8%的选票，360票，我觉得这是惨输是啊，就输到就一个党的一个，而且你看他算创党的元老哦，是这黄埔一期的哦，就搞成这个样子。然后黄国昌参加民众党多久？前年11月才被提名为不分区，那时候大家还觉得奇怪，他跟民众党有什么关系？到现在为止还不到1年半，他把这个党全部拿走了，然后是压倒性的胜利，96%的选票，这一面倒，那我不想这件事情，我一直在看说，到底柯家在这个选举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你觉得那是很矛盾的一个心情吗？对，因为民众党这个党就是一个100%的一人政党，就柯文哲他们家是创的嘛，是他这个2019年8月6号那一天是柯文哲的生日，是蒋渭水的生日，是创党日，就是柯文哲是蒋渭水的附身，然后来拯救台湾，然后台湾民众党也是蒋渭水所创的嘛，所以你看为什么那些蔡壁如还跑去台北那个万华去看那个当初他们台湾民众党蒋渭水成立的地点，他要证明说什么？我蔡壁如是正统的，一脉相承的，我是白头山血统，对不对？可是竟然输成这样，然后黄国昌横空出世，不到1年半就把这个党给拿走了，一年1亿5千万，以后就黄国昌在管喽，那8席立委是黄国昌在负责，是黄国昌以后可以决定这个2年条款到底要不要，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不可思议，我觉得难道是这个柯文哲家族全部都已经退让了吗？你觉得柯文哲家族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以你刚刚讲那个心情，会希望好歹这是我们家一脉创出来的，要保有我们家一些。可是黄章当拿了这么多选票，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会问那个问题：柯文哲时代结束了吗？对，当人家票已经是压倒性的96%，我认为我是真的觉得很讶异的是。
民众党既然是柯文哲他们家所创的，起码不然就是柯美兰出来，对，要不然就是陈佩琪出来，当然柯妈妈年纪大比较不可能了，那这个才是他们的这种一脉相承嘛，而且他们有正当性啊，可是怎么会拱手让给黄国昌？难道是全面性的败退？就连想管都不想管？或者说你们起码跟蔡壁如应该是有革命情感吧？蔡壁如从台大医院就跟着柯文哲。对，我相信陈佩琪也认识蔡壁如也应该20-30年了，那怎么会到这次好像也没有出手？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前一阵子的新闻你都忘了吗？柯爸那时候生病，然后有一阵子不是蔡壁如，然后那时候不是讲说啊柯文哲到底有没有能够去看啊或什么？蔡壁如不是出来讲了一段话，被柯美兰他们直接讲说柯家人的事，你以后不要讲或什么？大家不是讲说从2019年不是柯妈一直希望柯文哲能够去选2020的总统。结果蔡壁如不是一直觉得期以为不可，当他拦了那个总统路以后，从此以后他跟柯家形同陌路，这媒体上大家转述的过程啊。对，所以你说蔡壁如，但是你刚刚讲的一段是再怎么样，柯家应该想办法在这边吧。等一下，慧珍可以讲，因为慧珍感受最深，为什么？你只要熟悉国内经济市场。上市贵公司很多是一个家族的公司，结果后来被市场派整个崛起以后，那个整个家族会觉得这温刀人呢，这是从我祖父开始一路上来，在中华民国挂牌上市贵，结果当市场派进来弄完以后，你们家的人一个不剩。慧珍大概最清楚这些过程，来范老师。所以你看，其实我发觉一件事，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吴怡萱了，也很久没看到陈志涵跟徐福了，你看，其实我发觉一件事，我已经很久没看到吴怡萱了，也很久没看到陈志涵跟徐福了，然后过完年就是那个上礼拜一不是过完年结束，黄国昌开了一个记者会，等于是有点类似团拜的意思。陈志涵在旁边终于出现了，他有几句话驳斥了黄国昌，黄国昌直接呛回去啊。所以我必须要讲，这些柯家军会不会之后全部被铲除掉？甚至我都怀疑吴春成，因为我觉得吴春成在他的《战国策》在网络的操作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我认为黄国昌是暂时不想得罪这个吴春成，所以壮世代的问题，我认为他事后他会下手，而且会让，因为吴春成现在对民众党来讲是负债啊，他没有利多啊，黄国昌也不需要他啦，需要你自己请辞吧，对不对？好，所以我认为他的8席的这个不分区啊，我觉得黄国昌会率先辞掉，他自己辞。你说这个2年条款，他先辞掉，他先辞掉。他现在知道第一个解决谁？黄珊珊。就党内的义军呐，因为你看提名的前8名一定是民众党的党内义军嘛，全部都铲除掉了。因为今天媒体上在15号那天投票完以后，到目前为止我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变化，因为大家就会看到底有没有人发了恭贺，譬如说有人马上说了国运昌隆嘛，然后黄珊好像没有发文祝贺，就是哪几席委员都没有发函表示祝贺的，大家就觉得这过程当中是不是过程的对，总是会产生一个新党主席，好歹祝贺一下，你也许不见得要讲国运昌隆，你要讲说恭喜黄主席，那未来能够带领民众党能够什么的，好歹讲一下这些话嘛。当没有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怪了。对，而且你去看民众党在去年提的不分区，从第9名开始，一直到第16名哦。我去算了一下，他第9名叫做刘书斌啊，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后面的8席里面有5个都是学术界的，然后呢3个是比较偏社团的哈，其中3个里面有一个是台中市议员，还有一个就是李珍秀，就是中配了。就是说你想看黄国昌自己是学界出身 ，OK， 他是中研院的这个法律所研究员，也在大学当教授。如果未来的8席有5席都是学界的，是黄国昌好不好掌控？因为你们只是在象牙塔里面了，你们没有真正的实战经验。我黄国昌当过2个党的党主席，对不对？台湾政坛谁有？我当过2届的立委，我议事规则比你们都厉害。你们这些学者就听我的话，他更好操作。OK， 你说他现在的前8席，黄珊珊不好操作，黄珊珊当过副市长，也有从政经验啊，对不对啊？那你说像吴春成，他也有这个相关的媒体经验啊，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用这个东西把前面8席全部弄掉。OK， 那我退了嘛，有正当性吧？你们大家7席也一起退。OK，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从这样来看，黄国昌，你看今天为什么有新闻出来说徐永明可能会回到。民众会参加回到是参加民众党，对，不是回到以前是实力。徐永明也是时代力量的这个当过党主席，还有一个叫陈淑华，陈淑华不是陈娇华，陈淑华是对，后来想唱梦时分，陈娇华加入他的戏票机。如果陈淑华加入，我相信这个票会增加，特别是50岁左右的。那陈娇华他也当过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他是学术界的啦，他是环保人士。那这两个都是时代力量 ，OK， 那表示什么？看起来这个黄国昌是要把时代力量的这些人引进到民众党。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徐永明他现在也是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 ，OK， 虽然他在2022年7月被台湾地方法院判刑7年4个月，但是他还可以上诉嘛，所以他很有可能回到，可能会参加。我一直说回到黄国昌的怀抱，回到黄国昌的身边，对，左右护法嘛。那为什么会传出是徐永明跟陈娇华？就是因为黄国昌要自立党中央的嘛，OK， 他要用自己的人嘛，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像徐府呀，像陈志涵你们这些人哦，真的很有可能被黄国昌给踢出去，我觉得这很有可能。刚才讲来，慧珍，对，那个感觉历历在目吧？所有的那些像不像？哎，我跟你讲哦，我真的觉得黄国昌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人。刚刚提到就是说，他曾经在台湾政治史上第一个2个党的党主席啊，然后这个2个党的党主席的，而且这个2个党原本还被人家骂小绿，现在突然之间好像又一点都不绿，而且骂他小绿的人呢是以这个这个旺中集团的董事长就是蔡衍明嘛。那之前他也那个黄国昌差点被罢免掉，也是因为蔡衍明就是发动的罢免。结果现在呢，黄国昌另外一个政治史上台湾政治史上的奇迹，他是第一个同意罢免他的超过不罢免他的，但是却没罢免成功，其他的都罢免成功。因为有25%的那个，因为有25%，那是25%是谁保他的？就是柯建铭。对。结果他把这个照理说应该是保住他政治的这个从政之路的这个生命线的，变成死对头，跟柯建铭2个是死对头，所以他这个实在是太不寻常了。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他2024年，就是说，当他2024年，对，他那时候变成是民众党的一个不分区的时候，之前1个多月，事实上那时候那一阵子，民众党在选举的时候，我有去帮他们嘛，包括那个就是邱显智立委在选的时候啊，还有包括王婉瑜他们那时候在选举的时候，时代力量我都有帮他们。那时候我就听他们讲，我就说，那个现在你们跟黄国昌的关系，他们就说听说他会名列。就是民众党的不分区，我说等一下，那他这样子前党主席变成敌对党的不分区，这样不是很奇怪吗？他说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他已经跟我们1年多没联络了，1年多没有联络，所以后来到最后这个2024年的1月份的7号的时候，邱显智他在直播上是直接痛骂黄国昌，说你卖友求荣。他为什么骂黄国昌卖友求荣？他说在2022年的时候，你那时候本身都还是我们那个党主席的情况之下的话，你竟然去支持黄珊珊，所以那一批这个时代力量很多市议员选举，包括台北市议员的选举的那个候选人，全军覆没。因为你的党主席竟然跑去支持人家民众党对不对的市长，那人家民众党旁边还有他们民众党推的市议员的小鸡耶。那你不是把自己的小鸡给踩死，然后跑去？所以那时候他就说，从那个过程里面，你就非常他们就很看透了黄国昌一个性格，只要我能活下来，其他什么都不重要。然后刚不是提到吗？就是说市场派啊，公司派啊，最有名的案例，这个所有的财经新闻、财经记者都知道的一个最惨烈一个一个战役，什么大同嘛。而且黄国昌在大同也扮有角色，他本来是公司派的友军，就莫名其妙现在变成是市场派的独董名单。然后现在心里想说，怎么人啊，行啊，实力贵啊，实力，就到最后，后来又变成他又没有被提名，然后因为怎样，所以黄国昌这个人哦，神鬼难辨，神鬼争，他可以当神，他也可以当鬼。那这个到最后我们都知道嘛，大同演给你看了嘛。
到最后就是大同是林郭文彦，当然是林家的啦，对啊，但是林郭文彦华桃华家顾嘛，但到最后现在整个大同已经这个所谓的已经把他们都铲除在外了，那已经变成市场派这个取得整个经营权。那同样的。黄国昌原本是柯文哲的有点像是请来的，但请来的有另一个但书，就是他不管党务，所以就代表着你是市场派，我知道你有实力，我知道，所以我就像是弄一个什么紧箍咒把你弄在那边，就没有想到自己。神仙自己先落难啊！柯文哲把他弄在这个紧箍咒的柯文哲自己先落难。所以呢，就变成你这个紧箍咒要自己把它给摘下来了。不仅你紧箍咒自己把它给摘下来，你现在变成是你们家的这一些柯家的一些老弱妇孺们，把他突然之间把那个黄国昌视为是救我柯文哲的唯一有可能的人。所以你不觉得非常反讽吗？所以现在的市场派被你这样子自己人。一弄之后，变成他已经不是市场派了。你看柯妈那时候不是讲说去求签还是什么？柯文哲有没有皇帝命啊，或者什么？对。好了，柯文哲在过程当中打拼了这么久，民众党在2024这一仗争到了2028一张总统的门票，但这张总统门票未来是谁不知道。但是柯文哲如果这些案子一直假设要是到了1审2审，如果假设也有被判的话，那显然柯文哲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方面往下走。所以这张门票，民众党的党主席黄昌在未来，当然你要看2026这一仗，那到底他表现得怎么样，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影响？但是这对国内整个政坛来讲的话，当黄昌确定党主席以后，那蓝绿白之间未来的合纵连横，大概你在从立法院一直到这次大罢免，你会看得非常清楚。这次大罢免，黄昌会带着那8席到底会怎么打？蓝营会用什么样的角度？那绿营又会是怎么样？可是整个大罢免风潮一直到现在。中间所出现的一些事情，会不会在中间，添柴火啦，或者什么？第一个，大家讲说总预算案在这里面是不是添了一些柴火？现在整个罢免的风潮真的已经到了风起云涌吗？是绿营比较热，还是蓝营现在也开始要热？因为当火烧已经确定是党主席以后，会不会把这整个火炒得更热？而在过程当中所出现的一些事，譬如说，占天下的那个修容小物那件事情，现在北检分案，任俊是。这件事情会一路再往下烧吗？会烧得很严重吗？其实我觉得这个议题是让大家非常好奇的啦，因为在做参加选举的嘛，你们都做竞选小物嘛，理论上面来讲，你一定做你选区里面公司的小物啊，比较合理啦。为什么？因为你要选举，基本上你那些大家会觉得就是说我给我这个地区里面的做，顶多跨个县市，我觉得也还合理哦。就是说大家有认识跟熟悉，因为毕竟便宜啊。要不然就是真的那个东西要很便宜，对，要很便宜，要很便宜，对。然后假如到手不，除非有这样子，那这个公司位在花莲。那这个公司位在花莲，我没有觉得花莲怎么样。我先讲清楚哦，就我赞成大家到这个花莲观光啊，促进消费或什么的。但因为这件事情很怪，其实最早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新闻，就是说傅崐萁要协助，就是说提供有时候做竞选小物的东西给国民党要参选立委的人。其实，在当下就是说他会提供这个讯息，因为有优惠。我觉得到这个阶段都还好。但后来被爆出来说，占天下的这个公司呢，基本上它很有可能是这些这个就跟他买的这些国民党，不管是立委啊，或者是议员，反正在当时有选举里面，到底有没有付钱？那原先的传闻呢，透过一个好朋友叫做钟小平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呢，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说，我没付钱。我记得他的说法是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我没付钱啊。那这件事情就炸开了啊。对，虽然后来钟小平呢找出了一个这个发票说有收据发票还是发票发票跟收据最大的差很多。因为发票不能回开。对。钟小平找到了一张发票，是112年12月26号所开出来的发票那因为不要讲说跨年度啦，基本上那2个月过了之后，那个发票本要缴回了，你都没办法回开了他就开了这一个。好，这个日期是很有趣。
为什么你查监察院的政治现金的申报系统里面，只要是跟战天下这个公司买的国民党的这一些好朋友们，所有的发票日期全部都是这一天。也他在同一天里面开了好多的发票啊，其中发票的金额大概就分3种哦，287300块，还有什么29，还是反正就是20几万这样，就刚好3种规格啊。钟小平呢找出了这一张的发票，好，所以我愿意相信这张发票是真的，因为他不可能那一天前一天突然重开嘛啊。然后呢，他就说钟小平的说法是啊，对不起，我负责任再告诉大家，我记错了啊，其实有付钱，只是付钱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所以钟小平秀出了这一个啊。那同样的呢，也有其他人秀出了这个单据，好，问题就来了，秀出单据的这件事情要证明他有付钱，所以拿到单据嘛。但大家更好奇的是，按照常理，我现在都用常理来讲啊，政治现金的申报是只要有花钱，一定会拿去申报，合理嘛？从最近一次大家关注政治现金的申报，就柯文哲嘛，那个从4块钱、5块钱、6块钱影印费都拿去申报的。申报的概念是这个发票要贴上去啊，要贴上去才能够申报啊。钟小平拿出了一张发票，然后他说：“对，因为是朋友的，所以我没申报。”那就再问一次。当朋友帮他出了287300块钱，有没有超越政治现金可以提供的东西？就算他没超越，你应不应该要申报？那你没有申报，在政治现金上面是不是漏报？结果发现不是只有钟小平有这个问题，这个人叫吕玉玲，他也跳出来说：没，我有付钱啦。因为你们现在讲说什么，外界有人怀疑说没有付钱的话，是不是傅昆萁当了一个送礼童子，帮大家出了这一批的这个所谓的竞选小物，而且你知道那个竞选小物上面啊，内容物是一样的，但盒子上面的印刷不同。思刚你有做吗？没有，我不太喜欢送指甲剪，难怪你是看对，难怪你是看久，对，还好你没跟上团购啊。那结果吕玉玲他也就说，你看很有趣哦，都是1万套，1万份，对，1万份，对，单价28万7300块嘛啊，所以等于是一个那个修容组一个的单价只要28.73，因为要避开30块的东西啊。这几天大家网络上都看得到嘛，那个修容组我不知道，我买个指甲剪可能都不止个价钱，然后7件或8件，而且它上面还帮你印刷，重点是还帮你印刷要开模要另外做啊，通常那个都要算钱啊。所以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就现在刚刚讲说啊，已经开始要了解嘛啊，要开始去地检署已经分案了，因为有人去告发，温朗东他们去告发嘛，地检署也分案了。那老实讲啊，就如果你真的是违反，如果你真的有付钱，那你没有申报，那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嘛啊，也没什么了不起，就罚钱啊。网络上面之所以可以查得到有人报，那其实有申报的。所以我刚特别强调，你在监察院的政治现金申报系统里面，你会查到一批人，但同样日期都是12月26号，可能是因为团购的关系啊。但是如果他今天是没有付钱，吕玉玲为什么急着要把这个东西秀出来？因为地方上有人拿出来嘛 ，OK， 就直接讲说，阿丁今晚安呢，在修这米给安呢，会成为罢免的一个被人家推波助澜的一个话题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不会再被继续拿来利用？你看国民党急着拿发票出来，就知道还是有杀伤力啊。不过这件事，因为今天国民党有一个记者会，那一个记者会呢，本来要出席的话，副总召也有名牌上应该要出席，但是今天没有出席。当然洪佑有帮他解释说，他可能上礼拜5开始就重感冒。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出席或怎么。当然你看到媒体一定有人讲说，因为现在出来会不会一定被问这些？就像钟小平。慧珍，钟小平说了，你不要再问他金主是谁，对，你再问他就嚼舌自尽给你看，对，就不要再问他金主是谁，就这整个捅的马蜂窝，对，小平平常讲话就直又快，但是这个马蜂窝捅了，可是刚讲。也许啊，当然你看媒体上有人讲说，是不是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社会有没有行政一些的问题？可是大部分像刚刚任俊讲，有的可能就是政治现金法要不要罚钱，但现在已经不是单纯在讨论这个，对。而现在整个大罢免风潮之下，你随便出来一个风吹草动。它可能都会从一点星星之火变成野火燎原，所以现在讲的包括什么诚信啦，包括你们这全部都被摆在这里头。是，我觉得最重要一件事，因为小平哥其实听说他那时候在有台就想说，哎呀，那个我有拿到啊，我没有发啊，我也没付钱啊，而且有点是像这样闲聊聊出来，然后就整个都做成新闻嘛。那我觉得他后来变成拿出那个单据，是因为。
党内压力应该太大，因为一下子炸堂了，他自己你没事，我们30几个都有事。那有事之后，你说你没付钱，那大家会一个一个问，那谁有付谁没付？所以在这个罢免的时候，你这个新闻一出来之后，而且大家更坐实大家的一个怀疑，什么怀疑？为什么大家这么听副总那个傅昆萁的话？为什么傅昆萁第一次当总召，把这个里面所有人弄得服服帖帖？为什么大家会突然之间傅昆萁感觉上比朱立伦更像一个党主席？为什么所有人都跟着傅昆萁啊？好像连那个本来骂巧芯骂他是病毒的，突然之间这位这个病毒也没有招架能力了，会看起啊！原来这些副总召早在之前就已经把这些梗都埋下来，原来真的是那个拿人手短啊，对不对？吃人嘴软啊，所以大家就会想到说，原来这所有的一切早在2024年那一场立法委员选举的时候，他就已经埋下了这个梗。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包括徐巧芯，包括很多人，你们本身已经面临到这个罢免的压力，这个时间点突然有这件事情，那难怪会炸堂。那第二件事，今天大概政论新闻的大家都有看到，但没有花很多篇幅在讨论，就是诚信嘛。刚提到的诚跟信，然后有一些好像就是说好了，我们就讲啦，就是说那个领衔人嘛，就罢薪的一个领衔人，然后就是曹总现在好像被人家在网络上有爆说，好像在10年前，然后有在跟中国女子好像不知道真假。我们现在特别强调不知道真相，然后反正一个人好像在一个刺诚，一个刺信的这样，对嘛？然后不知道真假，可是现在整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个他是罢免徐巧芯的领衔人，那之前那个史书华也是一个罢免那个叶元之的一个领衔人，你现在会发现说好像有黑暗势力针对这一个罢免人领衔人，只要你出来变成罢免他们。好像你的负面新闻就会出来。事实上，在史书华那一次的时候，我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本来就是自己家庭的一个纠纷那个之外，但是这次曹兴诚这个不寻常，因为他现在所爆发这件事情是10年前的事情，有一些相关的影片不知道是真假，现在特别强调不知道真假。那就曹董自己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什么都已经什么时代了，很多照片其实都是，但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你去打人家的隐私这件事情是让人家觉得有点不入流，他的说法是有点下流啊。那现在确实你会有一种感觉，当你大罢免全面在一个升温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几个领衔人他的私德问题在这个时候会变成被爆出来？尤其是徐巧芯的这件事，其实那个曹董那时候，其实这个新闻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的时候，我们还有点在开玩笑说啊，因为徐巧芯这个很难搞，所以就变成要请出这个道行高的曹董出来。那曹董也自己开玩笑说，我就是来收妖的我这个是来降魔的，就没有想到竟然爆发这样的事件。那你要发现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他的10年前假设是绯闻的话，他10年前的绯闻竟然会被爆出来，而且连照片都有。所以会让人家觉得好像感觉上真的有一股黑暗的势力在狙击这些领衔人，就是那个要来罢的人。那这些人是谁？是谁在暗中协助蓝白营不要说白营罢不掉，协助蓝营度过难关。我觉得这会是上个礼拜，其实我也在这里讲嘛。其实我自己就说嘛，我这边的很多的朋友是不太关心所谓罢免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就是觉得都一样可能比较偏中间，而且罢免感觉让路人你罢掉之后，那你要谁来？然后就是他感觉上是路途很远，可是曹兴诚的这件事情会让人家开始慢慢注意到。注意的关键点是因为曹兴诚本身的话题度就很高，第二个他又跟这个情色有相关联，第三件事情大家的另外一个疑惑点是，为什么他上个礼拜才成为徐巧芯的一个罢免的领衔人，就现在马上自己就有一些问题上升。所以我觉得当这个整个大罢免的对视情势越来越高一个情况之下，很多的这样类似的鬼故事一个跑出来的时候，它会造成一种恐怖氛围。恐怖氛围是什么？当然要被罢跟那个都会这个委员自己本身会有一个情况，但是对于我们这种本来可能只是在旁边看的人，会觉得好像隐隐约约有一股势力在这边在进行反罢免，但是他所谓的进行一个反罢免的动作，反而会让台湾人真正感到害怕。世刚，我们分一段一段。第一个就是
那个修容组那个，反正你竞选小欧不喜欢用修容组，我不喜欢用可是修容组这次的修容组事件，是不是因为小平讲话太快了，所以这整件事情，因为他牵扯到的委员很多。OK， 那当然有申报的，没申报的，有什么的，我就讲，因为罢免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就啪就咖啡丢请，就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弄出来以后，它变成火上加油，这是一个。另外刚讲到，当曹新成要领衔去罢挑衅的时候，这两个一定都是声量非常高的，对，本来就已经是先变先的局面了。然后现在如果照刚才慧珍讲，你再蹦出这个情色议题出来，这整个议题会不会变成大家会开始把这个事情讲？真的有所谓的暗黑势力在里面吗？先讲这个修容组啦，我觉得这件事情，你看是选举结束，你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哦，就该报的这些申报等等，它早就结束，去年4月左右大概就通通结束了。那所以当然这个小平哥他自己也许心口快，把这事情爆出来，那。因为大家收到这些东西啊，坦白讲，也许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那有的呢是说要去报一下，有的认为说他没有用，就当做一般的这个。徐小溪也说他根本就没有在选举的时候用，对，他没有用的话，也许就自己放到仓库了，有朝一日自己再拿出来。就每个人后来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参加这个团购行为啊，所以我也不知，所以这一部分我不知道每个人处理怎么样哦。但是这个对于这个被受到罢免的立法委员来说，我觉得毕竟不是一件好事。当然，这是人家会说，那你这个拿的过程当中是如何的啦，然后是谁去支付的啦，对，然后这个为什么你没有报啦？如果只是短报少报，基本上就罚钱，我记得好像罚18万还是多少？大概这基本上就罚一罚钱就没事，但是还是很讨厌嘛。你这个政治献金法虽然是这个被处罚，但是大家还会拿出来做文章，因为大家就会想着就很多。你如果是这一笔有问题，其他笔会不会有问题？大家就会有兴趣去一笔一笔的挖出来。拿的过程当中是如何的啦，然后是谁去支付的啦，对，然后这个为什么你没有报啦？如果只是短报少报，基本上就罚钱，我记得好像罚18万还是多少？大概这基本上就罚钱就没事，但是还是很讨厌嘛。你这个政治献金法虽然是这个被处罚，但是大家还会拿出来做文章，因为大家就会想着就很多。你如果是这一笔有问题，其他笔会不会有问题？大家就会有兴趣去一笔一笔的挖出来。那我觉得，也许在这种非常极端的严格的检视之下，可能都会多多少少出现小瑕疵。那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说，就会有一些莫名的压力存在。因为你看像现在刚才慧珍讲，大家又开始回到就是为什么这些尤其国民党的一些新科的委员，会这么信服傅昆萁总召？当然，我相信因为资深跟之前当然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的交情，对嘛？当然这样。可是因为这些，然后大家有人就又把这个拿出来，为什么大家这样？巧芯那时候不是对傅昆萁总召也有一些维持吗？对不对？话讲的也蛮重的。但是为什么竞选的时候，那如果傅昆萁有人推荐说花莲这家那个不错，然后你也去买了以后，你还觉得可能会有争议，我不要用，为什么？因为那一组怎么看都觉得他真的低于30吗？我平常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客观的说了，周伟航老师有说，因为他们有做团购的嘛，他讲说那个那天一直在教育邱明玉一个名词叫货尾，货尾就是已经是切货到最后的一些剩的，也许人家会压得很低。然后青黄在我们节目礼拜5也说，你上去 Google， 真的在大陆你可以找到非常低的价钱的，大批做，大批的很便宜，真的有可能，对，真的很便宜。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就算便宜，但是你如果一旦在选举的时候发，只要随便一个人说这怎么可能低于30，他没事去捅你。新闻一个出来，对你选举都不好嘛？也许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没有用。人家就会说，那你知道有争议，你不用，你还去批来以后就摆在仓库，那要干什么？很多这些都会被大家拿出来讨论，就是个麻烦嘛。对啊，就变成说这个小东西变成一个大麻烦，是吗？对呀，本来指甲点剪指甲就剪到自己，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事情要妥善处理。你不要看是小事因为大家对钱的事情最敏感。中间选民也许对大家什么政策啦。什么国会法案等等，也许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不一样，也许每个人接受度不一样。但是谈到钱的问题，因为每个人手上每天都会接受到钱的问题，所以大家谈到钱
色，耳朵都是竖直，都会觉得对你讲到色的这一块，所以真的有暗黑势力在那里。包括对于曹兴诚啦或者什么之类，因为我讲，当曹兴诚直打徐小新的时候，然后他又接触的是已经大到两岸之间的议题这些的时候，那真的有暗黑势力就是要把他给干掉吗？我觉得反走过必留痕迹啦。就是基本上我们今天假设那个照片，不管是怎么出来的，但是有些的内容照片的太吓人了。非常害人的内容，对。那我觉得，那为什么要去做这些事情？你如果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后面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事情。那像上次立委选举的时候，也有2位候选人啊，有一个高雄的赵天麟，他因此退选啊，他有一个就是输给了叶元之啊，你也是后期出现非常害人的这个影片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你就不要去做这件事情嘛。啊，既然你做这件事情，你后来要去参与政治，要去搞这些风潮，有的没的，你就要想想，我10年前、8年前，甚至2年前、上个月，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事情会不要让人家把柄里面？我在讲真的，我在讲这不是。可是慧珍的意思是说，不管你2年前、5年前、8年前，你挖了鼻孔，你闯了红灯，或你真的有像这个，那个照片真的是太赤裸了一些。OK， 如果是真的，那。可是就算这样，他的意思说，现在是在搞罢免，对，打的议题跟人格磨杀之间应该是2个不同，但这时候只要用一个人格磨杀，这个领先人感觉上就被打掉了。所以这个太好用了吧？你看去年选举的那个立法委员的部分，你被拿出来之后，这不用所有事情就结束了。选举就结束了，所以这个谁会10年的？我的意思说谁会10年？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为什么是曹兴诚针对他要发？是因为他是接了这个徐小新的这个罢免的领先人，这东西才出来。你觉得是因为这样？这就是共产党介入啦。我认为就是老共介入了嘛。对啊，那所以其实曹董他也讲了说，那现在这个时代 AI 都可以伪造。照片是否是真伪？他觉得也去讨论，他也没有意义了。信则恒信，不信则恒不信。那他反而有说，那如果说这个照片是真的，那表示就是说，老共也不管说这个照片里面这个女生是死是活了，就不管了嘛。因为现在就是要抹黄，就是要抹黄曹兴诚嘛。那抹黄或是抹黑，这是老共常做的嘛。所以今天是曹兴诚接了这个徐小新的这个罢团的领衔人，10年前的这个照片才会出来嘛。所以你看嘛，我认为就是共产党出手的啊。男性的下半身真的是国安问题，你知道吗？从以前都讲哪一个不是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他直接说老共介入。不是坤政委员，你这样讲话，都同温层可以听得懂。但是全台湾并不是100%都同温层。他不是政治人物，他不是政治人物，他不是政治人物。但是你刚才提的都是政治人物，他不是政治人物。不可否认参与政治很深吧？这不可否认嘛。他现在不是一个联电的大老板嘛？如果是联电大老板，他跟谁造谁管他？他同样的，如果他今天不是去介入了这个罢免，他爱跟谁造，也没有人会管他嘛，对不对？他因为他今天参与了公共事务嘛，他说这是 credit 的问题。credit 的问题，那又会牵到家庭的问题，就是你政治人物检验标准 credit 跟家庭就结束。那之前2个委员翻车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要参与这些公共事务，就会被受到 credit 跟这个家庭的检验。我觉得问题就这样。你说什么事情都老共，也许同温层听得懂，但是这就是老共介入社会上大多数他如果没有接这个罢免的领衔人，这些照片不会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最近的照片，这是10年前的照片了。可是我觉得也很可怕一件事情哦。它代表什么？我呼吁所有那个去过中国的商人然后跟男性政治人物10年、20年都没关系这样看起来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系统性的。所以呢，就是搞不好每个人要不要现在先可以刺青条款？大家就说，从范老师开始，你有没有去过中国？你有没有曾经有时候你先讲？我有去过啊。然后呢？他不拍照，但是不拍照，我不拍照的。没关系，你只要在宾馆里面全部都有，那个宾馆是解放军拍的。而且我都在关灯洗澡了。我补充一点我要补充一点，曹兴诚有没有要参加补选？没有。曹兴诚有没有要参加2026的选举？也没有嘛。所以曹兴诚，但是他有一点，中国的国台办在过年前把他列入惩戒对象。所以他是被中国国台办惩戒的对象他是我跟李正浩的学弟我们最称头的学弟。对，曹兴诚他是被惩戒对象。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中国都在监视他，这很正常。那大家说到中国去危不危险？危险。
中国的那个人脸辨识，还有所有的监视系统都很仔细，所以你做过什么事，有可能会被拍到。所以本人宣布，中国没有实施自由民主，我绝不踏上中国的领土一步，就是这样，太危险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以为不踏上就没事吗？我前一段时间，我被人家揭露一个我跟女孩子深夜去跑步的照片，你知道吗？我的朋友拿给我看，说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被人家拍照。我一看，我说告诉你，这女生我认识，她姓于，她是我女儿。真的被揭露。而且你在跑步会怎么样？因为女孩子穿的是紧身衣嘛，那我也穿了短裤，那当然你说爸爸跟女儿的互动会不亲密吗？当然嘛，拍拍头啊，擦擦汗，被揭露说我跟妙龄女子在公园里私会。那个拿给我一看，我说你赶快去揭露，叫周刊赶快报。我说这个人我告诉你，我很熟，我认识。他说你有跟他多熟？我生的。我说我生的，所以这种黑你是无极限的。还有一个更可恶，你知道，他把别人的人头接上我的人头，说我跟那个辣妹去照相，你知道？那个最后证实了不是我嘛？可是你光是要去讲这些，讲的乱七八糟，讲的非常辛苦。那曹董现在我讲。他第一个，他是被惩戒的对象，被中国惩戒的对象。第二个，他出来领衔罢免徐小新，然后这些料就会爆出来。那我说句实话，你把这个女的找出来啊，最快就把这个女生找出来，你可以当众去爆料这件事情，表示你有说本。那你爆料者把这个女生找出来，开记者会啊，对不对？把开记者会，你找不出这个女生来，那就很难讲嘛。第二个，我讲我回复讲到那个修容组之乱。修容组之乱可不可怕？我觉得蛮可怕。它分3个层面。第一个，单纯的采购行为，我有付钱，我也有申报。那你只要说明一件事就好，就是你这个付的钱哪里来，这就 OK 了嘛。我是政治现金的募款，我募款付出多少钱，我有汇款记录，从哪里汇出去，从哪里申报，很清楚。所以如果你是采购行为，有付款有申报，那只要金源讲清楚 OK。第二个。就是钟小平的状况，叫受赠行为。我没有付款，我有拿到，但是我也没有申报。那这个经查出就是罚钱嘛。钟小平说那就罚钱。可怕是第3个，第3个叫做我没有付款，可是我却有申报。这事情严重嘞。这个不是罚钱的问题这个叫侵占公益因为人家给你一笔28万的货品。给你货品，连发票也送你。这个状况，你说哪有这么笨蛋的人？钟小平就有，钟小平就证明了嘛。我没有付钱，但是我也没有申报，可是我有发票。你有看过人家赠送你一批物资，连发票都给你吗？我选举没有遇到这种事。可是如果你拿了货款，又拿了发票，你的发票还拿去申报，从你的政治现金里面洗出了28万，这不跟柯文哲一样吗？这叫公益侵占所以我才讲。这个修容组之乱为什么闹这么大？因为有3种样态：采购行为、受赠行为跟侵占公益行为。那你是哪一种？每个人都要出来讲啊！讲不清楚，少则是信用扫地，严重了你要牢狱之灾。不过现在看起来，坤姐，过程当中，当然你说从最早的时候，那时候不是那个 Grace 不是去参加一个，就是也是一个罢免，对，然后就后来有没有警察在跟啊，或者什么这些，到现在后来是在花莲有没有说去是户政事务所的人还是什么有没有去问查水表，然后最近也有讲说呢，当然是要罢巧新的那个地方有一些店家是不是有查水表的一些事，再到曹兴诚董事长这件事情，然后一路过来，甚或到现在，今天有一个新闻是民党好像是直接请了律师团，然后包括说那个罢免的过程，就没看到有人摆摊，但是竟然会出现一些联署书这些事情，然后变成民党已经委请律师团要正式针对这要去提告，所有的这一切。第一个，你觉得他会不会真的在整个罢免过程中，你知道有很多时候罢免就是这样，大家其实日子过了就好了，我干嘛一定要去管你们大家谁选谁罢？但如果中间发生一些事儿，丢进来以后，它就会变成大家开始关注，关注以后火就开始往上烧，会不会变这样？先讲我的部分好了哈。你也是对，有说有那个联署书，就是说有民众来我服务处，他说他没有去联署要罢免我，但是他收到这个新北市选委会的查询单，这很正常，不是花莲的查水表，他是选委会寄来的查询单，问你说你有没有去来联署来罢免我，他说没有。
所以他就拿那个查询单来我服务处，好，就是说他没有去罢免，为什么有他的资料在上面？好，他还要求说这个新北市选委会要查清楚。然后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他说他过去曾经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一些资料在上面。我说没有关系，我会去提告。那我明天也会去提告，好，就是说这个是选举名册很明显是造假嘛，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会去提告。他说他过去曾经是国民党的老党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一些资料在上面。我说没有关系，我会去提告。那我明天也会去提告，好，就是说这个是选举名册很明显是造假嘛，好，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会去提告。那所以这部分的话，这个民进党中央党部在今天早上又开记者会，好，就是大概有5、6位律师，这5、6位律师就是提供我们这些。民进党立委就是说有要被罢免的这些立委哈，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援助，比如说像我跟乔慧遇到都同样的情况嘛，好，就是说这个幽灵联署没有去联署，但是呢这个名册上面有他的名字，好，那所以这部分的话，这个民进党的中央党部就会委请律师来做协助，那所以我明天会去提告。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有一些民团好，他们来做这个大罢免的这件事情，那有一些法律上需要协助的，那民进党也会来做协助了哈，就这部分哈，律师团的用意在这边。那刚刚提到说徐小静的部分，我认为共产党真的急了，所以他们有介入这一次的罢免的这一个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从刚才那件对啊，我觉得曹新成是最明显。曹新成他是商人，他不是像你我我们是民意代表，我们民意代表当然要注意。我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也不怕说这个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些照片，我没有去过中国。那所以呢，今天是如果你是政治人物，自己的道德标准的确要很高。那今天曹新成不是，他就是一个商人。他有没有去过中国？他以前一定常去中国嘛，他要去中国去做生意，一定有的。那你说有没有那些照片？我不知道。哦，那今天曹先生他有讲，就是说，反正这个时代照片都可以造假，好，那 AI 的时代都可以造假。但是呢，我要问的就是说，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出来？我觉得这个大家才要关心嘛。就是说，10年前的照片，那为什么今天透过一个人公布出来，就是说啊，这个曹先生过去10年前做过这种事情，那说 what？ 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商人，他不会爆出来。那就是因为他今天接了这个罢免徐小新的这个领衔人，这些照片才会出来嘛，所以我才认为说这就是共产党在介入了嘛，而且都是在徐小新的选区。好，除了这个曹新成被爆料是抹黄之外，还有支持徐小新的这些店家，哦，他就在店家里面有在摆这个联署书的，好，那也被查水表了，好，就是说在信义区里面有6家，好，支持这些。罢团的这些公民团体，其中有4家，短短的1个礼拜里面，4家就被查水表。那在查的过程也很荒唐，就是说有一家卖咖啡店的，然后就说受到检举，台北市政府来说，有人检举你们乱倒食用油，他说没有啊，我们就卖咖啡，我们就卖茶，没有在卖这个餐点啊，所以也没有所谓食用油的问题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就是他没有在卖食用油，好，没有卖餐点的，但是被检举乱倒食用油问题，这是一家。然后有一家就是说，哎，把你们进货的报表拿给我们看。那为什么是这些是支持徐小新的这些商家？好，在短短1个礼拜里面，6家里面就有4家被检举。当然大家又怀疑就是说，那是不是因为这些商家来支持罢免要徐小新才会被查水表嘛？过去在花莲也是啊，有支持这个罢免的这些公民团体也被花莲县政府查水表。花莲政府啊，傅昆萁老婆徐正惠就是县长嘛，在台北市也是一样。那今天台北市市长是谁？蒋万安。蒋万安会不会去支持这一些要被罢免的国民党立委？也会 OK 啊，但是我是相信说，应该是徐小新那边的人弄的，因为他是检举的东西哈，我看起来是还蛮专业的，因为他还是说你要去找监管处，你要去找环保局，好，你要找这个卫生局等等。一般的民众不会在这个时候这么敏感的时候，还知道说你有哪一些违规的行为样态，你要去找市政府的哪些局处。可是你直接说是小新那边人弄，小新又跟你说他一无所知，因为除非真的能找到说是谁，要不然就直接说。我合理的推测，我合理的推测啦，我合理的推测。徐小新当然会说他一无所知啊，这也是他一贯的说法。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个时候，大家短命相接了，民进党立委会被这一个国民党呢，来这个恶意操作罢免。那这一集民团也是，民团这些要罢免，这些国民党这些立委30几个这些公民团体，他们接下来也会受到
像这些罢免团体，这个家里是开店的，或者怎么样，这些人也会受到很大的压力。不过这整件事情，第二阶段压力会更大。范老师，长期以来，你说这一次的罢免的过程，看起来民团是比较热的。那相对来讲的话，那当然后来国民党出来也说要精准罢免啊，或者什么也提了几个人。然后后来是民党，大家一直在讨论说，民党党中央到底要用什么态度？今天有一则新闻是说，除了就民党中央请了律师团以外，好像已经开始是讲说，所有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可以被动式的去做所有的协助。其实我分不出被动主动了，反正就是你们现在可以新北市啊，新北市所有的立委跟民意代表跟议员啊，服务处就是说可以代收，可以代收，因为有一些是户籍可能在其他区，OK， 不是在，但是住在三重，那我们可以代收。OK， 所以范老师，有人就讲说，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绿营这边比较热，蓝营这边比较，我说的绿营是说民团啊或者什么，然后包括民党中央现在这个态度，可是也有人就直接讲说，因为到20号以前如果再送件的话，还是可以适用旧法。当黄昌15号已经是确定是党主席以后，接下来冷热之间不一定咯。也就是说，整个蓝营这个地方或是白营这个地方，会整个带起一大片的风潮。就算3天，也一样卯足了劲儿跟你干这些。刚才讲的所有这些在中间要做任何阻挠的，不管说用行政手段或者什么，到最后是不是只会被反噬？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肉搏战，就双方已经上刺刀了，对。好，开始前进图刺了，所以我们国军现在已经那个没有在刺枪术了哈。但是你看出来说，双方是越来越尖锐，因为一开始我必须要讲，的确就是民团很热，那民进党是保持距离，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罢免如果有政治力介入的话，或政党介入的话，那变成蓝绿对决了。所以你看，不管是之前罢这个韩国瑜也好，都是由民团，那民进党当然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态了啊，就不直接介入，甚至我们看到那个。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他还说我们要就是说我把这张民团去弄了，那我觉得这是对的，但现在就是说，如果到了第2阶段，我看这个林俊宪的意思也是这样，就是到第2阶段的时候，民进党就是不能够再保持距离了，那变成说你是被这个民意推着走，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有往那个地方的味道存在了，而且到第2阶段呢，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清楚的状态。哪些人能够到如果到你看光是台中市的立委，国民党的，如果到时候没有全部都到第2阶段，那可能就会更清楚了，目标更清楚了，而且比如说我这个选区的这个国民党立委，例如说什么廖先祥，我罢不掉，他们可能就会把他们的资源往那个已经过第2阶段的立委去支持，那我觉得这个当然被民进党就责无旁贷了。那我觉得刚才讲到这个今天是谢寒冰爆料，那谢寒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评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他基本上是比较偏向国民党的，比较骂民进党比较多。那今天这个照片又看起来是从对岸流过来的，因为那是曹先生在10年前在对岸嘛，所以你说这件事情，我会觉得会让支持罢徐小新的人更凝聚，因为他们认为说这就是中国的阴谋嘛，不管是真或假，这就跟曹先生讲的，就是说这场罢免是什么反共剿匪啦。清除内奸，他的这个说法就更有说服力了啊。那当然，对徐小新来讲，刚刚讲过，现在这个几个字支持罢徐小新的这个咖啡店被查，而且看起来是有人有秩序的，不断的去检举，甚至有的是那种咖啡厅，你连文化局就去查什么东西呢？就表示它是一个散弹式的，我就是每个局处我都去打电话，我都去检举。那你市政府你可能接受，你也不能不去做。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我觉得徐小新应该要站出来劝那些支持他的人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大家的账会算在谁头上？他就算在徐小新头上啊。所以应该说，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不愿意去怀疑说是不是徐小新要求下面的助理去检举的，我不要这样想。我觉得或许是他支持者去检举的，那你应该要呼吁你的支持者说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个你会让那些因为现在支持罢免徐小新的都是一些单纯的。开一些餐厅啊、咖啡厅的人，他们可能对政治也没有那么大的连结了，他可能只是基于一个罢免的一个想法。可是你这样做会让他们产生恐惧。那我们知道人民有这个避免恐惧的自由嘛。那今天别人说用这种方式去做，那大家账还是在谁头上？还是徐小新头上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样，那你看这样做的结果会变成那个尖锐性会越来越激烈。所以我看起来就是说，目前要到第2阶段会是一个分水岭。其实现在到第2阶段，
是一个空窗期。其实霸团已经觉得有点这个看，但是所以民进党现在可能要加入 ，OK， 让它能够更热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包含你看刚才这个花莲这个所谓修容组的事情，那为什么大家会我剪掉现在要去查喽？去查战天下。好，那到底你战天下，你这些东西是跟谁买的？你一定有单据嘛？那如果是对岸买的，他说是从中国，对啊，对，是中国嘛，合法进口的，合法进口，那一定要有单据嘛。那如果大家都发觉说你没有单据，那就变成是中国赠送给傅昆萁，那傅昆萁可能拿去卖给这个要选立委的国民党立委，或者赠送，不知道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就变成中国的力量又介入了。那如果大家都发觉说你没有单据，那就变成是中国赠送给傅昆萁，那傅昆萁可能拿去卖给这个要选立委的国民党立委，或者赠送，不知道啊。那这个就很麻烦了，就变成中国的力量又介入了。那这场罢免，我认为其实很高度的是很多的这些罢团的民众，我接触到的，他们都是市井小民，他们其实很大因素是对岸的因素。OK， 就对岸对台湾的这个文攻武吓，然后加上国民党要删了很多国防预算、外交预算，他们觉得不满，那这就更加要把对岸的因素纳进来了。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啦。那我觉得现在国民党要怎么样去因应？看起来现在国民党出来罢免民进党的立委有啊，可是大部分都是要选市议员的， OK， 或者是助理，他们就不是真的民团嘛。不是，刚才讲的所有这些过程当中，看起来这整个风潮一路是往下。20号以前会不会还会有送件？因为这个送件还是会适用的旧法，那到底会是怎么样？当然，刚刚讲战天下这一块，他们也有发表声明，他们讲说他们就是从中国合法进口，他们就是从大陆合法进口的。OK， 可是检调现在往下查，又会延烧出什么不知道。刚刚讲到说，如果这整个一个罢免会不会跟有没有中国大陆介入的一些的因素啊，类似这，反正我们每次从选举或什么，一定多多少少大家会讨论到这一块。但是最近国际之间的有一个局势，会不会也会跟两岸之间大家会做一个比较？所谓的一个比较就是，美国跟俄罗斯18号要开停火会谈，这里面没有乌克兰的泽连斯基 ，OK， 泽连斯基已经直接说了，任何结果他都不接受。你有没有闻到一种氛围？任俊，是那个氛围。感觉上，我看到有直接的国际的一些评论，是感觉上川普已经直接要放掉乌克兰。这个因为谣言非常多啦，之前有讲说这个川普愿意答应这个所谓俄罗斯的条件啊，俄罗斯就是等于是几乎把整个这个乌克兰部分切成1/2啊。那比较特别就是说，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发生战争，理论上要和谈应该是两个交战国自己本身去谈嘛。但这一次呢，却是由这个所谓的美国川普来作为主导，由他去跟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普丁谈嘛啊。那现在大家传就是说，应该有可能在18号的时候，在沙烏地阿拉伯这个地方哦，那要进行这个会谈。但有人讲说，这个后面会不会有泽伦斯基？其实老实讲，现在有不同的说法，因为泽伦斯基已经到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这个地方去进行访问，所以有没有可能呢？他反而也参加了会谈，这个老实讲不知道。但问题是呢，按照乌克兰方面这边哦，由 BBC 所做的这个新闻，他讲到几个比较特别，说第一个基辅没有被受邀，第二个是欧洲盟友没有被受邀。那过去一段时间，泽伦斯基会要的这个希望能够给予援助的，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啊。是包含欧洲的其他的这个国家，而且泽伦斯基一直要的是什么？他要加入北约组织，所以这2天的整个在乌克兰方面的新闻变得非常的混乱。首先呢，是这个泽伦斯基是说我不会接受没有经过我一起去协商的这个所谓的停火条件，因为你怎么知道他的停火条件停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而且这有没有感觉像以前满清？后面就是人家日俄打仗打完以后，在他的辽东再画，然后你们每个人在这边画，跟乌克兰有关的怎么会？而且乌克兰是被打的，怎么会和谈没有他呢？可是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讲，因为很简单嘛，打是你在打，但你的武器什么都是我给的啊。如果按照统计来讲全世界各国去援助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美国是占最大宗啊，是美国是占最大宗，所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握有的其实是你泽伦斯基一直跟美国要武器。要钱要军援，那美国真的就傻傻的，就是说，我们都觉得他在做善台种子，什么都给吗？第二个新闻就更特别了哦，
川普呢现在有传出来讲说他要提议干嘛了？说你乌克兰有个东西好棒棒，叫稀土矿。那呢，美国呢应该要拥有50%的稀土矿。后面他甚至说什么？你知道，如果这50%归美国所有的话，那战后派美军来这边驻守，这不是问题啦，因为这是守护美国人的财产啊。我不知道这是把他的这个乌克兰的稀土变成这个叫做他们的护国神山啊，护国神盾这样。但问题来了。美国自己不是没有稀土啊，美国的稀土存量大概在全世界里面好像我这样排名第7吧。全世界最大的稀土产量国家是中国。那你今天美国去跟人家要那个，那你这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说，你今天跟我要了这么多的东西，我总要有点回馈吧？那乌克兰愿不愿意把50%的这个所谓的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稀土矿给美国去拿呢？所以对于泽伦斯基来讲，我觉得他现在一定会觉得腹背受敌啦啊！本来就有一个俄罗斯打进来要抢土地，现在美国连稀土是大家都知道，稀土是包括发展高科技啦，很多这些一定要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矿质。结果现在是美国来抢这一块，我觉得川普高啊，他在这个时候，泽伦斯基一定觉得怎么会有人对着他抢钱抢粮？抢稀土，好不好？OK， 这什么你都要抢的时候，那我就讲说啊，那泽伦斯基你的乌克兰还剩下些什么？那你如果不给美军，会不会断了你的军援？所以你看哦，其实像这个美国川普他这一次这个会谈说欧洲没有受邀，对不对？马克宏就跳出来，马克宏在巴黎就赶快开会，他说不行，我们要讨论一下为什么？他的前提不是说要因应那个局势，而是重点之一叫做不要让美国做大。那俄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从中间居中协调，想要扮演角色最积极的是谁？阿朵马克龙啊，就是法国也一直告诉大家讲说，不要我们欧洲也要出来讲话。那他当然希望作为他的这个话语。可是现在这整个局势如果一路演变的话，如果你看媒体上报道，那对欧盟的很多个国家都期以为不可，因为乌克兰的局势牵涉到整个跟欧盟之间的关系。英国已经直接表明了，他要派兵直接去，英国是直接要派兵去打仗了。你觉得这个局势不是怪了吗？怎么会变成川普一个人？美国换了一个总统以后，整个局势突然急转直下，变成这样。思刚，有很多人会讨论说，那美国对我们跟美国确实是坚实的盟友，有很多我们也需要美国有很多的地方帮助。当然，我们的台积电也是他们需要我们这些。但是再怎么样，你看到乌克兰这有很多人都在讲说，那要认真考虑一下这些状况。不，这个两边的这个对比啊，有2分项啊。第一个都是那个大跟小之间国力上面有一些落差。第二个就是怀璧其罪了。我们有台积电。大跟小之间国力上面有一些落差。第二个就是怀璧其罪了。我们有台积电。川普那样接二连三，是从这个上任到现在，上礼拜讲一次就觉得，晶片都在台湾生产，他很不高兴。所以这个传出说，是不是要让台积电去跟 Intel 合组公司，或者说入股等等？就是他要的是每个地方里面，他要把那个最精华的东西他拿回去，他要放他自己美国的手上，他才觉得安心。那至于这国家的这些安危啦、生存等等，都不是他考虑的课题。第二个特色，你看他上任2个月以来，他只跟强国就做交易包括跟俄罗斯、跟以色列，他认为他的概念说，我跟强国、大国谈好之后，你们其他的基本上就乖乖就范，就按照我们谈的这结果去做 follow。所以，我们台湾自己很想，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筹码到底在哪里？不能说我们不要当棋子啊，要当棋手。那我们棋手的能量，到底在哪里？我们有当美国提出很多条件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我要走另外一个方向。美国国务院在他们的那个政策那里头删掉所谓的不支持台独，某种程度算是进一步的更挺我们了吗？我不觉得，因为我是觉得，第一个这个过去也有删了之后再拿啦，然后他这次加一个话，我觉得蛮有趣，就是说两边就是人民同意。但是我觉得不会同意啊，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永远维持现状。我的解读是永远维持现状。那再来就是说，再来呢就是他这个很多美国官僚做的事情川普未必都掌握这么细。他大概就掌握一个大方向。你看那个商务部长之前在外面的谈话，他说那我不知道他讲什么，但是他讲的方向是对的。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就抓一个大方向。我补充一点其实美国跟乌克兰跟美国跟台湾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很像，完全不一样。
美国给乌克兰武器是用援助的，美国给我们是用卖的，我们是用钱去买，这两个完全不一样。所以美国给乌克兰有什么利益？美国人认为没利益，可是美国卖武器给我们，它是获利的。第二个，强国没有错，不要小看我们，我们是半导体强国。现在全世界有哪一个半导体业可以完全取代台积电？所以我讲，我们不是没有筹码，但是我们不要嚣张。我们不是没有钱，但是我们不要挥霍。我们跟乌克兰之间是截然不同，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慧珍简短告诉大家，因为大家一直在担心台积电会不会有一天变美积电，对，会有这样一个状况吗？我是觉得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最重要，台积电之所以成为台积电，是因为台湾是个科技之岛。科技之岛就是说，它所有的最新的制程都是留在台湾，还有包括它的整个供应链。你其实就算你到美国去投资很多厂，你也不可能把整个供应链全部都带去，然后再加上台湾的那一种这个整个很小嘛，所以等于是2个小时之内，任何地方你缺任何东西，半夜3点缺任何东西，它都有办法帮你复工。这种的一个优势是到美国你没有办法复制的。可是你不可讳言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川普已经多次提到就是说这个晶片的事情嘛，那就处理几种方法嘛。第一种就是说，好啊，那你给我们课关税，我们就台积电涨价。我想这个到最后受害的应该也不会是我们嘛，到最后应该也是全部的消费者，台积电应该还好。但是现在他们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 Intel 这个部分，事实上台积电美国川普在意的是晶片的能力。就是美国自己自制晶片的能力，所以他们现在有个说，因为 Intel 就是不行嘛，就想要让台积电来去帮 Intel 这边改造、改进，或者是说把 Intel 的这个制造的部分变成是委由台积电这边处理，然后但是他们设计的部分是委由博通这边处理，是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但是这个计划现在是感觉起来是讨论比较多，因为那这样代表什么意思？是代表台积电跟博通要去筹组合资公司，然后去吃下 Intel 吗？我觉得这可能性好像也没有那么高。对。那当然，第三种状况就是说，那就是要台积电加码在美国这边的布局投资，这些都没有问题，因为台积电市场也有在加码，只是你还是很难完全把台湾的所有的供应链全部都带到美国去。那刚提到就是说，怎么怀璧其罪啊什么？但我觉得，如果台湾不是因为还有台积电的话，搞不好早就连被谈判的可能性，或者是被在意的看的可能性都没有吧。这个我觉得那个倒因为国，真的不要这样特别去讲哦。然后最重要一件事情是，川普很显然他的立场，他所有的东西就是这样，你要创造你的价值啊，你要有筹码，你有筹码你才能站在谈判桌上啊。所以他会认为你泽伦斯基，你其实就是一个待宰的羔羊。那谁宰呢？就是我跟美国，我跟俄罗斯要怎么宰？那事实上，他这一动看起来是非常的不尊重乌克兰之外，他表示也还没把欧盟看在眼里。当然。对，他觉得他小咖了。对，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变成欧盟这些国家，还有包括连英国，它事实上也还不是欧盟，它就也要跳出来，因为一旦乌克兰可以被交易，可以被那个川普抛弃的话，那更何况欧洲。所以呢，一旦乌克兰这件事情真的假设好像他们2个谈好就这样分掉的话，那真的对欧洲来讲是开启了地狱之门。OK， 在未来到底会怎么样？因为川普出手，你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下一步到底会是怎么样。而这整个国际局势的演变，当然我们会关心着，然后也一定会提防着。那未来到底会是怎么样？可是对国内来讲的话，国内的政治的局势看起来蓝绿白之间，在未来整个大罢免风潮之下，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